机甲为啥要研发可变形机构？直接造飞机不香吗？抛开很多卖点就是变形的机甲作品不谈，咱们就拿高达来举例，它可是为了为何要做人形 MS 而铺了大量设定的。可是既然这个世界观下的人形机甲能够拳打坦克、脚踢飞机，为啥还要研发可变形机体呢？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其实，在 UC 宇宙中，可变形机体的 MA 形态大多数时候都是拿来赶路的，或者看局势不行了紧急跑路用的。实战中很少有形态频繁变换的情况。咱们可以看一下高达00中阿雷路亚的机体 MA 形态，除了会拿来赶路，还会更便于执行轰炸以及战线突破的任务。同时，在战斗中呢，也会偶尔使用 MA 形态正面硬刚。那么问题来了，直接造个飞机好像也没啥区别吧？人形是不是有点多余啊？正好最近我体验了一下解线机这款游戏新出的可变形机甲天袭者，使用以后的感受就是可变形机甲真心太强了，也是真的只有到战场上之后才知道制空权是有多么重要。首先这台机体的武装设计就非常合理，主武器能量机炮可以在紧急时刻连发，也可以在巡航模式时蓄力，发现目标后立刻给出高额伤害。副武器爆破导弹以及特殊武器导弹布撒器可以瞬间营造出超强的火力压制。另外机体还搭载了干扰导弹，大幅度增加自己的生存能力。到了战场上，变形为飞机形态的天袭者更是本机的最大特色。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形态最简单的用法就是拿来赶路。可以看到出击后走侧路突袭的我都能第一时间到达战场，可以配合队友达到两路包抄的效果。同时见到敌人以后，迅速将干扰弹、爆破导弹和导弹布撒器全部丢出去，再结合主武器的机炮连射，直接给对面一点点火力压制的震撼。顺便呢，还能干扰敌方正面部队的火控，掩护队友进攻。同时利用空中机动的优势，将敌方制空单位消灭，拿过制空权。初步打扫完战场以后，就需要变形人形，利用掩体进行射击，同时掩护队友控制点位。这个就是纯战斗机很难做到的了。其实在游玩的时候呢，我是深刻体会到了加速度的恐怖。当你在驾驶着高速战斗机飞行时，光是要保证有效火力输出就已经很费神了，更何况呢还要注意到自己的走位和周围队友的位置。在极高的飞行速度下，真的是太考验操控者的反应速度了。而且这还是游戏，到了真正的战场上，战斗机要是不小心碰到别的物体，那就直接报废了。而人形机甲可以在保证一定火力输出的同时，还能让你腾出一些注意力到战术分析上，免得自己像无头苍蝇一样瞎打。另外呢，还有两种情况是非常需要变成人形战斗的，一个是当接近敌人以后需要集中火力输出时，可以短时间变成人形进行定点输出。因为如果你是战斗机形态，由于速度和飞行方向的固定，有效输出时间真的很少，因此变成人形进行悬停再输出的必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另一个是当进入狭窄空间战斗时，也是要变成人形的。这种地形到了现实世界中，别提到里边战斗了，就是让飞机驾驶员飞进去，他都得签个生死状才能进去。而可变机就不一样了，可以看到我的这次突袭就是在队友的掩护下迅速飞到敌人身后，落地为走地机一顿输出，成功干掉对方站点单位。这也是可变形机甲变形时机的一个技巧，一定要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变成人形。因为为了保证飞行速度，机体的装甲都是相当薄弱的。星期2玩家都知道，落地为鲸不如狗，一定要保证自己能够安全输出后再落地，不然就是活靶子了。另外，当敌人冲到眼前时，第一反应一定是要变形逃跑，哪怕绕一圈回来再战斗也好，千万不能跟任何一个机体硬刚，那就是找死了。从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可变形机甲的战斗模式突出一个灵活，一定要根据战场的现况迅速分析出自己应该是输出还是逃跑，可以说是一种非常能够提高驾驶员上限的机体。开得好，你分分钟成为 Ace， 开不好就等于是铁线宝宝一个了。但在解决了技术难题以后，可变形机甲这一设计理念本身还是很有实战价值的。当然了，我之所以对可变形机体评价如此之高，主要也是解线机这款游戏把可变形机体设计的也非常合理，包括它的武器配置以及战场上的速度感，玩起来真心是舒服的不得了，可以说是我最近玩的最上瘾的游戏了。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哦。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如果拿造高达的技术来造飞机，会是什么样的？经常有人说把高达身上所有的缺点都去掉，那么你将会获得一辆坦克或者一架飞机。也有人说有造高达的技术拿来造飞机不好吗？其实想想也是，高达剧中大多数的飞机坦克对比高达那是有着相当的代差的。而话又说回来，高达剧中真正取代飞机坦克生态位的其实并不是高达，而是各种或大或小的 MA。那么
如果我们硬要把造高达的技术拿来造飞机，会得到什么样的产物呢？今天啊，就让我们来畅想一下这个话题吧。之前讨论过一期，如果造高达，我们就缺这3项技术，也就是材料、能源以及米氏粒子。话说这期视频啊，也是我首个点击突破100万的视频，还是 B 站、抖音双平台破百哦。那么我们对战斗机的改造，也就先从这方面入手吧。首先是材料，之前的视频有很多人提到了拿高达对比飞机，但我觉得呀，这个不太准确，毕竟高达的装甲厚度肯定是比飞机厚很多的，而且虽然有很多飞机长度达到了18米，但它真正有一定体积的部位，其实啊就中间那一片，再加上飞机为了减重，壳子里边都是尽量减少用料的。大家对比下战斗机的横切图和元祖高达的内构画稿，你就能发现啊，高达里边那是相当实诚的。结合之前说的外甲厚度问题，这种结构跟飞机来比啊，真的是差太多了。毕竟飞机在制造时，除了要考虑强度与重量比，其他比较重要的就是 corrosion resistance、heat resistance、toughness、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以及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等等。现如今的飞机对所谓抗击打能力可是基本不会考虑的，毕竟以现在的材料学，就算你把装甲弄厚实点，也是扛不住导弹的杀伤力的。高速度与高机动性才是安全的第一指标。可是呢，如果用上高达尼姆合金，那就不一样了。提到高达尼姆合金，高达剧中啊也分很多种，像早期元祖高达身上的月神钛合金，18米高的元祖本体重量只有43吨，而大量使用了精神力改样框架的独角兽，将近22米高的它，本体质量只有23吨。就问你逆天不逆天？当然了啊，还有 WC 那更逆天的高达尼姆合金，16米的飞翼，本体重量只有7.1吨。咱们就别整那么多玄乎的东西吧，就拿最接近战斗机的 Zeta 高达的技术来做战斗机吧。以元祖高达月神钛合金装甲硬度是可以轻松在扎古120毫米机枪扫射下搓澡的，一般的榴弹炮呢也是可以硬扛下来的。而 Zeta 高达使用的是高达尼姆合金伽马，更轻更结实，那强度与重量比更是当代战斗机无法比拟的。在这种装甲强度下，就不说抗炮弹的情况吧，就是一般的坠落地面，材料肯定也是扛得住的。这么一来啊，驾驶员的心理负担不但会小很多，在适当改造结构以后，战斗机可应用的作战场景啊也就更丰富了。比如为了增加武器的攻击角度，可以考虑给飞机加一个机械臂；为了达到空中急停悬浮的目的，可以考虑把飞机的喷口也做成可动，向多个方向喷。这不就是超时空要塞吗？这样可以极大增加战斗机在定点攻击时的有效攻击时长，有点类似于武装直升机，再也不用往复飞行来对同一目标进行打击了。当然了，这里的机械臂技术也同样使用的是高达的，只不过呢得加一个 NT1 的磁附膜技术，180度姿势变换仅需要0.8秒。这样万一咱们筛选驾驶员时发现了阿姆罗这样的人才，机体的反应速度啊就不会拖累到他们了。而要能做到急停和悬浮，除了要增加喷口数量以及角度调整能力以外，更重要的是喷口的推力。这个就拿 Zeta 高达来说吧，它的总推力为112吨，而本体重量呢只有28.7吨，全备重量啊也只有62吨，也就是说 Z 高达的推重比来到了 1.8。 对比一下 F35 的 0.7 推重比，以及现实中可垂直起飞的大黄蜂战机那 1.0 左右的推重比，是不是相当恐怖了？所以进行急停和悬浮、超音速飞行什么的，对于 Zeta 高达来说那都是相当轻松的。有人说了，高达为什么会有这么高功率的引擎呢？那当然是因为人家使用了可控核聚变反应炉啊，而且还是小型化的哦。具体技术呢也可以看下我之前的视频，这里就不赘述了。当然可能还会有人好奇，现在都超视距打击了，干嘛还要搞什么悬停攻击啊、机械臂啊什么的，直接导弹制导不就好了吗？这里就要说一下米氏粒子了。高达的可控核聚变炉其实啊就是米诺夫斯基反应炉，而米氏粒子是在氦3反应过程中，也就是核聚变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换句话说啊，米氏炉本身就有着创造米氏粒子的能力。那么假如在开战前使用米氏炉先创造并散布足够浓度的米氏粒子，那远程制导手段也将一起失效，而在米氏粒子中行动的战斗机也将无法被雷达锁定，达成隐身战机的效果。这时呢，自然就有视距内战斗的需求了。那么武器的选择当然是首推高弹速、高杀伤力的光束枪，也就是小型的 Mega 粒子炮了。具体 Mega 粒子武器的原理可以参考一下我之前的视频啊。这种武器别说拿来打飞机了，就是打坦克、打军事基地，那都是轻松烧穿。再配个光束军刀，一刀下去，航母都给你劈成2半。而就算是视距内作战遇到敌人的防空火力，以现在那些高射炮威力，高达尼姆合金啊也是轻松能扛下的。唯一有威胁的可能就是光学制导武器了。这个的话，高达宇宙也有成熟的伪装气球技术。此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相关技术，比如高达驾驶舱的抗 G 力技术，
比如机械臂控制系统等等，咱们就不细说了。总结下来啊，用高达技术来造战斗机，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能扛榴弹炮、不怕坠机、支持超时空要塞 G 形态、能急停、悬停、垂直起降，并轻松超音速飞行，拥有核聚变炉，进行米氏粒子散布，并在散布区域隐身作战，还能打光束枪，轻松烧穿坦克装甲的战斗机了。请问这么一架战斗机在当代军事作战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哦。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为啥不把高达的技术拿来造飞机坦克呢？这个问题啊问的人特别多，也确实切入角度很好。一般的人被问到了，可能还真的就直接行法国军礼了。不过 UP 我啊可不是一般人，我可是能把设定讲得跟真事儿似的口胡高手啊！就算口胡不过，我还有最终杀器。ガンダムのことそんな分かってなくていいですからね。今天接着我们来聊聊高达宇宙中的那些非 MS 兵器吧。首先一定要纠正大家的一个错误认知，那就是高达世界中的非 MS 武器好像非常弱，甚至现实世界中的武器啊都不如一样。其实高达宇宙中的常规兵器也是个顶个的逆天。就拿吉翁在一年战争初期使用的马杰拉坦克来说，确切的说是战车哈，这玩意儿底盘跟坦克很像，顶部却高高的立着一个炮台，炮台主炮口径175毫米。175毫米，炮塔还这么高，备弹30发，紧急时刻还可以将顶部突击炮分离，并进行短暂制空，实战中可以用来躲避火炮，或者利用高度优势来攻击对手，挺有创意的吧？不过缺点啊，就是分离后车底火力欠佳，一旦被击破，突击炮也没了落脚点，燃料耗尽后就只能当伏地魔了。联邦在一年战争初期用的是61式坦克，主武器为双连发155毫米滑膛炮，155毫米，它还双连发。虽然这些武器在 MS 主宰的战场上都是背景板的角色，可是在一些旁支系列作品中，他们还是当过主角的。总体战力来说啊，肯定是不如 MS， 但它突出一个便宜、量大，战斗力也没那么弱，多台坦克做好配合也是能击坠 MS 的。像 UC 宇宙中的王牌坦克手也是驾驶着61式坦克击坠过7台 MS， 实力绝对不容小觑。我们之所以很少看到这些常规武器的发挥，主要是大多数高达剧的主角就像游戏里的电竞高手一样，打的都是高端局，咱们看的呀也都是高端局。可如果你去低级房一看，站着不动被塔打死的都有。这里空一个游戏广告位啊，望厂商爸爸们周知哈。说完了常规武器的表现，再说说与 MS 技术相关的。首先最典型的自然就是核心战机了，咱就不说它的武装水平吧，就这个流畅的空中变形机构就已经很 fantasy 了。不过由于 UC 宇宙有米氏粒子的存在，使得雷达普遍失效，因此剧中的这些战斗机打起来啊，还是2战战斗机的狗斗思路，给人一种他们好像很弱的样子而已。其次，高达战争的主战场永远是太空，而在太空中呢，像是铁球、铁桶这样的武器已经霸占了非 MS 武器的生态位了，你把它们看作 UC 宇宙的飞机坦克也不是不可以。而在非主战场的情况下，杂兵们开着这些兵器打起来也是热血沸腾的，并不是没了 MS 这仗就没法打了，正相反，大多数时候战场反而就是由这些背景板组成的。另外呢，在高达世界中，由于 MS 是横空出世的一种产物，与同时代的其他兵器有着巨大的代差，因此高达剧中的开发逻辑是这样的，你就算把 MS 的装甲、火炮给了常规兵器，他们也提升不了太多，反而是少了机械臂、动作系统以及反应炉以后，战场效果还不如继续开发 MS 或研发其他新型作战武器。所以等于是直接军事设备来了一个集体大跳级，抛弃升级传统武器，而是直接造出了 MA。 是不是用这个思路一想，就瞬间豁然开朗了？大家心心念的把 MS 技术下放到常规兵器上的结果，就是剧中出现的这些 MA。 比如说坦克，既然 MS 是巨大的人形兵器，那把它看作步兵的话，打步兵最好的武器自然就是坦克或者战车，所以剧中那些陆上堡垒不就出现了吗？他们按比例来说啊，就是高达们的坦克和战车。而你想要更高的火力、更高的飞行速度，就要塞下更大的炉子以及更非人的外观，那就是剧中常见的各种 BOSS 级 MA 了呀。说完 UC， 我们再拿与 UC 相似的 C 的来举例。宇宙战场的零式战机，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可一点都不低端吧？这就是联合那边把传统武器一步步升级以后得到的划时代产物。只不过太难用，反而战场的综合表现还不如 MS 了。另外，知道为啥扎夫特要造巴库吗？就是因为在之前的战斗中，当金恩来到地球上时，被部分地区的王牌坦克部队给打成筛子了，所以才开发出了巴库这种陆战专用机体，才扭转了战局。所以总结来说啊，一个是高达宇宙的常规兵器本来就不弱，只不过在剧中的主战场上，由于高端 MS 数量太多，导致他们好像不堪一击一样。放到局部战场上，他们甚至是能靠数量和经验跨级杀 MS 的。另一个是高达宇宙的科技研发水平很逆天，所以他们直接造 MA， 而不是选择给旧时代的兵器打过多的补丁。
括弧有的传统部队啥的啊，也是会打补丁的，但不会是针对 MS 战，而是其他作战任务。回括弧。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高达世界光束武器都这么强了，为啥还要玩近战？俗话说3步之外枪最快，3步之内枪又准又快，更别提高达这种来不来隔着成百上千米对射的情况了。那为啥动画中绝大多数机体还要配备近战武器，而且呢近战场面又这么多呢？其实原因除了大家都会想到的动画表现力，也确实有一些实战需求。咱们可以对照一下现代战争中为啥士兵还要带匕首这个问题。首先，匕首可以用于投袭，做到杀敌无声，这一点在雷达失效的高达宇宙中也是同样适用。尤其在 UC 宇宙这种信号干扰极其严重的背景下， MS 作战方式那真是相当返璞归真的。由于雷达失效，因此在米氏粒子浓度较高的战区附近需要人眼来进行看守。为了保证观测不存在盲点，以及能够对来犯的敌人迅速做出反击，还配备了相当数量的巡逻用 MS 充当哨兵。而在这一前提下，能够悄无声息地摸到哨兵身边并进行暗杀的需求也就有了。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开枪的话，很容易因弹道或者是穿过敌机后打到别的东西而暴露，所以调整为低出力的近战武器就有了用武之地。你们悄悄地进准，打枪的不要。其次，现代军人配备匕首可以满足野外生存的需要，比如切野味搭搭帐篷这些肯定是与高达无关的。但是用匕首披荆斩棘开路这个，高达还真用得到。虽然针对这一场景的描写不多，但其实在未来的宇宙战中，如果遇到穿过殖民卫星废墟这类的情况，发生缠绕的可能性还真不少。这时呢，就需要近战武器来进行切割作业了。最后就是大家最常见的战场上的肉搏了，主要有2种情景，一个是在面对驾驶技术较强的敌人时，一旦对面搞个蛇形走位啥的，想用远程武器就干掉对面，那确实有点难度。这一点呢，我们在之前讨论如何躲避光束步枪的视频中说过，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回去看一下。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驾驶员一边保持射击干扰，一边接近对方，之后呢使用攻击范围以及频率相对更高的近战武器来进行有效的攻击了。有人可能说了，说好的3步以内又快又准呢？但事实是如果用实弹武器，就算近距离也很难将对方一击毙命。而在 MS 战中，身体受伤其实是不影响到敌方做动作的，你是给人家打伤了，人家回手用近战武器把你给砍了，那岂不是更完蛋？而如果你用光束枪，那就是赌你这一枪能不能命中要害了。毕竟大多数光束枪发射周期都不短，近距离内如果一枪没打中，那就基本没有开第2枪的机会了。另一个情景就是为了节约弹药，或者是弹药耗尽以后需要近战武器来扩大战果了。高达宇宙中，由于机体还是要考虑负重的问题，因此呢，大多数高达的主武器其实都是10来发到20来发左右的弹药量，实弹一般也是照着机坠10架左右来配备的，有些表现力夸张的机体除外而杂兵又往往不太会操控机体进行躲避，射击也是直来直往，全靠火控。对于 S 来说那是相当好接近的。此时近战武器自然是刷机坠数的不二选择了。而在面对火力没有那么强的战舰时，近战武器也是可以直接攻击要害部位，达到使其瘫痪的目的。那么在这些前提下，我们就会发现，能够在战场上熟练使用近战武器的，肯定是驾驶技术很强的人。其中的一些幸运儿，恰好就是我们看剧的主角，那我们会经常看到近战画面，也就不奇怪了。其实抛开他们不谈，高达宇宙主战场上确实都是以远程射击为主的，这一点与咱们的直觉并不冲突。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